你知道这座高58厘米的钟楼模型的工作原理吗？为什么旋转钟楼背后的齿轮旋钮，这个巨大的钟摆就会不断的来回摆动？顶部巨大的时钟又是如何做到和钟摆的同步联动呢？钟楼内部可以旋转的彩色屏风结构又有着怎样的巧妙设计用意？本期视频我们会全面的给大家评测和解读这款最近非常热门的来自国产拼奇积木原创设计的，使用了2000多片国产高专零件的，编号为85008的蒸汽朋克钟楼公园。差不多同期发布的还有另一款蒸汽朋克火车站。回到这款钟楼，毫无疑问，这应该是迄今为止乐高类积木量产套装中最宏大的钟楼主题积木之一，以及绝对的最具可玩性的钟楼主题积木，没有之一。我们来看一下乐高这边，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乐高在过去一共发布过9款和钟楼有关，或者说包含钟楼的套装，零件数从几百片到4000多片不等。其中最大的也就是2016年发布的10253大本钟，在整体规模上，乐高这款的零件达到了4163片。不过两款套装在钟楼部分的高度是差不多的。同时，由于拼奇这款呢，它的整个主体就是钟楼，所以钟楼部分的体积其实比乐高10253还要大出来一大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拼奇这款套装的拼搭表现和内部工作原理。这里就是发条机构的关键结构之一，也就是这个棘轮结构。这枚黑色的20齿齿轮在棘轮的作用下可以单向转动，而如果反向转动的话，则会驱动这根杏色的后孔臂旋转。其中皮筋与左右2枚带轴孔砖块零件的配合，是整个棘轮装置稳定运行的关键设计。具体的，黑色20齿齿轮所在的十字轴后面会连接回力马达，可以单向转动，则是对应手动蓄力的操控动作；而释放后，回力马达驱动黑色齿轮旋转及反向转动，也就是对应驱动杏色后孔臂旋转，并进一步带动后续的其他所有结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钟楼内部联动结构的运作原理。整个装置由5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蓄力并在运转中持续提供动力来源的回力马达，背面这里的连接回力马达供玩家操控的手动旋钮模块，连接回力马达允许单向转动，并在释放后可以驱动后续联动的关键的棘轮模块，也就是刚才讲解过的那个结构，一个由若干彩色零件组成的像屏风一样的模块，正面这里的由若干齿轮组成的钟摆模块，以及顶部的时钟模块。那么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手动动力从旋钮模块进来，通过一组20:20的齿轮组连接回力马达。当我们往其中一个方向旋转，则带动回力马达蓄力。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带动棘轮模块中的这枚同样连接了回力马达的黑色20齿齿轮旋转。而当我们完成蓄力后，松开旋钮，回力马达驱动朝反方向旋转，并带动这枚关键的40齿齿轮。注意，在这里动力分成了2路。其中往钟楼背面方向有一枚8齿齿轮，也就是8:40的齿轮组，动力继续往下，再经过一组8:40，然后到达彩色屏风模块，也就是一共是1:25的加速。其中往钟楼正面方向则有一枚16齿齿轮，也就是16:40的齿轮组。注意，动力在这里又分成了2路，其中一路动力经过涡杆带动一枚24齿齿轮，也就是24:1的齿轮比。再经过这里的8:24以及一组24:40，也就是一共是1.92:1的减速，然后带动内部这里的一个曲柄连杆结构，并由曲柄连杆带动钟摆的来回摆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这些其他的齿轮并不直接参与钟摆的联动，不过它们的旋转可能可以为整个联动带来一些有益且必要的阻力。回到这枚16齿齿轮，它的另一路动力越过涡杆，直接向钟楼顶部传输，经过一组16:8，一组24:8，然后到达顶部。在顶部由一枚20齿齿轮驱动4个方向各一枚12齿齿轮，最终连接4个方向各一组指针，也就是每个指针到回力马达的齿轮比是1.44:1。到这里我们就搞清楚了它所有的传动路径。不过有玩家知道这个彩色的屏风模块在整个装置中有什么作用吗？爆肝10来个小时，这款高58厘米的拼奇钟楼就完成啦。那长宽都是25.6厘米，对应的也就是这块32×32的底板。在整体造型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拼奇这款虽然没有具体的原型，但是在整体上和大本钟一样，都是属于哥特式建筑风格。同时也因为没有具体 IP 原型的制约，设计师在整个建筑的外观设计方面也就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的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也就基本上不存在重复拼搭步骤的问题了。整个塔楼一共包括4个面，顶部的钟楼部分4个面是完全一样的，再往下的4个面则各不相同。其中正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业感非常强的齿轮结构，以及下方巨大的钟摆，底部的尖形拱门也是哥特式建筑的标志特征之一。
在建筑的另一侧，我们还可以看到设计师对哥特式建筑的花窗的还原，虽然这里并没有贴花，而透过建筑左侧这里的巨大的玻璃窗，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更多的齿轮联动细节。整个建筑以杏色、金色、黑色为主体色调，呈现出庄严而复古的气息。在建筑的外围，绿色的喷泉、红色的电话亭、黑色的士、棕色的木质长椅，这些跳跃出来的元素，多少平衡了一些欧式建筑自带的典雅和凌冽感。手动旋钮被设计在了建筑的背面，那我们不断旋转旋钮，对应的也就完成了蓄力。接着松开旋钮，可以看到里面的彩色屏风，还有上面的这些齿轮就真的开始运转了起来。然后这个巨大的钟摆摆起来真的是超有感觉，还有屋顶4个面的时钟居然还是同步的转动。整个联动持续时间还蛮久的，连续测了几次，大概都在1分半到2分钟之间。这种通过类似于上发条的方式实现的联动，虽然不能一直无限旋转，但相对于比如装一个电机那种简单粗暴的方案，大家觉得哪种方案会更好一些呢？接下来我们来实际的测试一下这个屏风模块在整个联动装置中的作用，只需要把它拆掉。可以看到拆掉以后，整个运转装置的旋转速度就变得非常的快，并且很快就停止运转了。因此它的作用就是为整个联动装置提供有益的阻力，通过这个风阻装置让钟摆以及指针的旋转更加的自然，同时也延长了整个联动的持续时间。所以综合来看，相对于乐高10253在联动设计方面只是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旋钮控制指针旋转的联动设计，拼奇这款钟楼在联动设计方面可以说是上升了好几个维度。当然，乐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了 IP 原型的制约。另外 ，IP 原型同样也导致了乐高10253成为了一款非常典型的包含了大量枯燥重复拼搭步骤的套装。最后来看一下包装，确实拼奇一直以来的包装设计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而这款套装的彩盒在平面设计风格方面也是和成品的感觉保持了一致，彩盒的背面甚至还做出了皮革封套的质感。值得注意的是，侧面这里醒目的 Go Bricks Inside 的标志，在我们做过的那么多使用高砖零件的套装中，这还是第一次看见。那下面的标志应该是表示套装中含有印刷件的意思。打开彩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34个零件分包，16个大步骤。确实，套装中的印刷件非常多，所有有图案的地方全是印刷件。拼搭手册1本，一共包括354步。最后用了4页的篇幅展示了一下自家的其他套装。手册内部的图示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按照说明书指示拼搭，基本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除了这款钟楼以外，拼奇同期发布的这款85007蒸汽朋克火车站最近也是人气超高，同样也是在外观设计的基础上做了非常多的联动设计。包括可以联动的时钟和旋转门，可以拉开的站台，还有可动的火车引擎，可以降下的梯子等等。好啦，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